几个月前，全球诡异爆发，所有地方都成了诡异的栖息地。人类的热武器在诡异面前只是个笑话，诡异无法被杀死，或者说很难被杀死。现在的时间是2030年10月13日上午10点23分，这是本电台最后一次广播。目前，商户区已经沦陷成为无人区，不要前往，不要前往！幸存下来的人，请一定要努力活下去，人类火种永不熄灭。夜幕降临，血月悄悄升上天空，诡异的气息瞬间弥漫大地。在这样混乱的末世，有时候人比诡异更加可怕。上湖区人口和经济都是一等一的大城市，现在却沦陷成无人区。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？我记得诡异爆发之前，网上看到过一篇帖子，鬼是无法被杀死的，只有觉醒序列超凡的能力才能杀死鬼。想要觉醒能力有很多种方法，有人是突然觉醒的，没有任何预兆，还有的人可以用一种叫做序列真迹的药剂，注射之后就能觉醒。序列能力千奇百怪，每个序列的能力也不一样。不过，这序列超凡到底是什么样的能力？陈也拿着毛毯正准备休息，突然被一道声音吓了一跳。升级毛毯需要消耗杀戮值129，是否需要升级？升级？莫非我觉醒了序列能力？并不是序列能力，而是升级系统。只要宿主愿意，就能给任何接触到的物品升级，要求是需要杀戮点。杀戮点？哪来的杀戮点？鉴于宿主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，本系统可借给宿主300杀戮点，期限1个月。陈也看向自己那辆28大杠，对于现在的自己，这辆28大杠就是自己最重要的财富。陈也亲眼见到那些掉队的人再也没有跟上来，所以升级这辆28大杠绝对是最划算的方案。借300杀戮点升级自行车。宿主是否确定升级自行车？确定。末日的夜晚显得安静，或许是人类停止了活动，就连天上的星星都多了起来。如果不是周围不时传来的啜泣声，陈也会觉得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。升级完成。第二天，陈也看见自己那28大扛已经由2个轮子变成了3个轮子，这一变化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。野哥，你能不能让我坐你车斗里啊？这2天我走路腿好疼。不能。女人似乎是没想到陈也拒绝的这么干脆，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。佳佳，你要不坐我的车？我的车后座也有垫子，保证舒服。男人叫强子，末日前是某个健身房的健身教练。你这车也太个人了，你就不能也弄辆4个轮子的？4个轮子倒是好弄，满大街到处都是，就是加油不方便，充电也不方便，还不如咱这自行车。你别看他们开车开得欢，要不了多久他们没有就都开不了。强子，不如咱们把陈野的3轮车抢过来。还是算了吧，陈野不好惹，而且他还有首弩。瞧你那出息！快看，前面有房子。车队之中，很多人的物资已经空了，就算是陈野，背包里也没有多少物资。这牲口咋这么快？还没靠近小镇，就让人感觉到一阵阵毛骨悚然的危机感。明明是大白天，却感觉整个镇子阴森如寒冬的深夜。陈也来到一家商店门口，抬了抬手弩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店铺，努力地往店铺里打量，并没有发现什么诡异的影子之类的东西。陈也速度加快，开始扫荡货架上的食物，凡是入眼的东西全都扫进背包里。突然，一股战栗感从心中升起，陈也能感觉自己后脖梗一阵阵发凉，手背上的汗毛全都竖了起来。陈也缓慢转过脸，我操！陈也踉踉跄跄想要冲出去，却发现玻璃门已经被人从外面插上了一个木棍。月娘娘，赵官床，阿弟等堂姑断肠。陈也射出一支弩箭，直接穿过纸枯童的身体，什么作用都没有。月娘娘，赵官床，阿弟等堂姑断肠。末日来袭，人心叵测。正在搜寻物资的陈也不幸碰到了诡异，想要逃跑，却被人用木棍把门锁住。佳佳，我们这么干，怕是把陈野得罪死了。你这个废物，
你就那么怕陈野？真是白长那么大个了。这三轮车不比你的自行车强多了。再说了，他自己进去搜集物资，自行车丢了能怪我们？到时候就算是找上门来，我们不承认，难不成他还要嘎了我们？而且陈野出不出得来都是问题。要是放在末日之前，这三轮车送我都不要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这小子运气真好，这三轮车可比那小汽车强，不用加油也不用充电。哎呀，强子，快走，快走！完了，早知道不惹这祸了。别看这货平时看起来和和气气，真动起手来，我还真不一定能控制住他。而且陈野冷血起来，可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要不是佳佳答应当我女朋友，我肯定不会惹这祸。陈野看着三轮车远去，没有说话。此时最大的危机就是黑暗中的诡异。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，给我糖吃！嘿！哎呦，啊！陈野不再多看一眼，追着三轮车的方向而去。街面上的阴影越来越多，陈野甚至能感觉到这些阴影之中藏着一双双眼睛，正在注视自己。佳佳，我刚才好像看到陈野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说你强子比陈野壮那么多，怎么这么怂啊？他就算是出来了，能咋的？他还能把三轮车抢回去不成？他要是真来，你就和他干，看谁干得过谁。到时候回去那么多人，他还真能嘎了你不成？就算是末日，那也不是能随便嘎人的。他倒是没有嘎人，只不过……那你怕个屁呀！不是我说你，你这么怂以后，让我怎么当你女朋友啊？你怎么保护我啊？那佳佳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去商超收集物资啊！没有物资，你想要恶袭我啊？陈野来到商场门口的时候，发现好几辆车停在商店门口。陈野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那辆三轮车也停在商店门口。怎么这么安静？进去了那么多人，应该很热闹才对，至少也要发出一点动静吧。陈野猫着腰慢慢靠近商超的门口，拿着手弩警惕地看了看，发现商店里不远处有两道人影正在货架之间不停地往包里塞物资。陈野放缓脚步，慢慢深入商店。你们在哪儿？你们在哪儿？出来啊，我们一起玩。陈野发现这食品区竟然有不少人，最显眼的倒是一个壮汉，庞大的身躯努力地蜷缩着，很搞笑，脸上的表情也是一脸紧张的样子。不是，你都这么大个块头，还是序列超凡，这也怕诡异？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要尽快搜集物资撤离。陈野轻手轻脚地拿过一桶牛肉面，塞进自己的包里。其他人见状也开始有样学样。就在众人开始撤离的时候，突然，原来你们在这里啊！一起来玩啊！妈呀，好啊，我还不想死。好玩，真好玩，我还要玩。你攻击了诡异白衣剪刀女，获得杀戮点200。陈野顾不得查看系统的提示，时刻关注着战场的状况。臭娘们，我要撕了你！
这个傻大个都这样了，竟然一点事都没有。果然，序列超凡就是序列超凡。不过这货打不过都不知道跑，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？行，你看不跑，我跑。月娘娘、赵官床、阿弟等堂哭断肠。我要吃糖，我要吃糖！完了完了！给你糖吃，你快放开我！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啊！不要过来！陈野，你怎么坐我们的车子？滚下来！没想到这两个人还活着，看来倒也不是蠢货，知道避开人群找个侧门跑出来，运气不错。不过你们的物资现在就是我的了。陈野，你想做什么？还想抢我们的车子不成？我告诉你，陈野，你别以为我们怕了你，你现在赶紧从我的车上下来，我就当这件事没发生。陈野一句话没说，直接将手弩上前。旁边的强仔看到后有些慌了。野哥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强子，你怎么这么怂？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拿我们怎么样？你竟然！你是杀了你的敌人，你获得杀戮值1000。陈野微微一愣，来不及多想，继续给手弩上前。陈野，你别杀！佳佳害怕的又逃回了商店内，还不等陈野做出反应，就听到这女人的尖叫声再次传来。陈野，我错了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啊！我还想活着，我不想死啊！陈野就这么看着，内心毫无波澜。此时周围已经有不少刚逃出来的幸存者，谁都没有停下来说一句公道话，带上物资就准备逃离这个地方。这又是一名序列超凡，车队里怎么有这么多序列超凡？不是说序列超凡万里挑一吗？陈野一行人逃出了镇子，来到了镇子口，一大群人正着急等待着。走，快走，再不走就晚了。楚队长，娜娜和铁狮怎么办？放心，他们会追上来的。快走，别废话。不行，我老公还没出来，你们不能走。求求你们，我弟弟还没出来，你们不能抛弃我们。你们想留在这里等死，那就等着，滚开！小伙子，你不能走，你要带上我们，我们年纪大了，要是你不带我们走，我们肯定活不下去。末日前一个个生龙活虎的，去超市抢鸡蛋的时候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现在就想用道德绑架别人。滚！小伙子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老爱幼？末日突然来袭，让很多人没有完全适应末日法则，还以为和以前一样可以为所欲为。看来序列超凡也并非无敌，我们还是太弱小了。筒子妹，查看积分。系统，我是否可以自己设计升级方案？陈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设计图，终于一款极简化的改装方案完成了。是否进行改造升级？升级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是谁？终于到了，好险，我差点就没命了。那些怪物好像没有追过来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都怪他们没有带上我们，害我们差点没命。
人群里不少人用怨恨的眼神看向前面车队的人，怨恨他们逃跑为什么不带上自己，甚至连陈野这个骑三轮车的也被这些人怨恨上了。陈野将手弩放在手边，眼神犀利地警告着这些人。末世降临，陈野并没有当圣母的兴趣。凡人终究是凡人，只有变得更强，才能在这末世活得更久。系统，如何才能觉醒序列超凡？目前觉醒序列超凡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获得序列真迹，另一种是自我觉醒。序列真迹，这种东西就不用想了，一听就很珍贵，目前自己根本就买不起。而且现在是末日，人类早就被赶出了城市，序列真迹估计更难弄到。系统有没有能够自我觉醒的方法？有的，不过需要3000点杀戮点，宿主可要兑换。你觉得我目前的积分换得起吗？宿主也可以花费300点杀戮点兑换一个对付诡异的办法。好，兑换一个对付诡异的办法。使用黑狗血可以对诡异起到一定伤害的作用。不愧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个小子换了一辆3轮摩托车。以前的自行车多好啊，现在换成油车，以后还要搜集汽油，真的遭老罪了。是啊，以前自行车多好啊，要不我们去问问他之前那辆3轮自行车去哪了？你们难道没发现这辆车就是那3轮自行车改的吗？不对，你们难道就觉得不对劲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人一晚上就把3轮车改造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难道这人是诡异？听到这话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了过去，有仇恨，有忌惮，也有恐惧。喂，你们在这里搞什么？这摩托车是你的？是我的。厉害！昨天你还是自行3轮车，现在都换成摩托车了，你是不是觉醒了序列超凡？是机械师序列吧？不然你不可能短时间内做到这种程度。算了，你先跟我来吧。娜娜，怎么了？老朱，你来看看，这人刚刚觉醒机械师序列。什么？机械师序列？真的假的？队长，那辆3轮车你们应该都有印象，昨晚是什么样的，现在又是什么样的？也只有机械师序列的超凡者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吧？嘿嘿，怎么样？咱们队伍里多个机械师序列也很不错吧？不错，小兄弟有前途，欢迎觉醒序列超凡，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楚彻，是领路人序列，他是娜娜，剑仙序列，还有一个你也见过，那个大块头叫铁狮，他是泰坦序列，他受伤还在休息。我叫陈野，机械师序列。你应该是刚刚觉醒机械师序列吧？作为一名新晋的超凡者，肯定有很多问题。当年我和你一样，也是一头雾水。现在你如果有想问的，可以问我。什么是机械师序列？就是对于任何机械都有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天赋，对机械的运行和原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。序列超凡成百上千种，能力也是千奇百怪。就算是我，也只是了解不过一小部分而已。在诡异爆发刚开始的时候，情况并没有这么严重，那时候就已经有人开始觉醒序列超凡了。但是想要杀死诡异，却还是非常困难，更何况一些低级的序列。那自保应该不成问题吧？难，很难。在杏花镇的白衣剪刀女，不过是所有诡异中低等的存在。可就算如此，铁狮和娜娜一起上，也只能保住性命，而且铁狮还断了一条手臂。人类的序列超凡在诡异面前还是太过于弱小了，而且诡异还在不停的变强，我们人类的未来很是迷茫啊。在楚彻为陈野的疑惑一个个解答之下，陈野也解开了许多谜团。原来车队这么长时间还算安全，是因为楚彻的领路人序列虽然没有任何的攻击力，但却是目前生存最重要的能力。诡异被人吸引，人越多越容易吸引诡异，难怪车队能从中找到一条安全路线，
不断移动躲避诡异。对了，楚队长，不知道咱们队伍里有没有汽油？有的，不过不知道兄弟拿什么换。在我们车队，需要的所有物资都是要自己去搜集或者和其他人换的。不如我们举办一场内部交易会吧，正好刚从杏花镇出来，大家手里有不少物资，可以互换一下。诸位，大家刚从杏花镇出来，搜集了不少物资，我们决定举办一场交易会，大家可以互相置换自己需要的物资，但是一定要记住，一定要公平，要自愿兑换。还有，我们只有2个小时时间，时间一到，必须要上路。末日来袭，幸存下来的人类逃出了城市，但为了能够活下去，幸存下来的人类又不得不继续进入危机四伏的城市里搜寻物资。从杏花村逃出来的幸存者，为了能够使物资利益最大化，举行了一场物资互换交易会。然而，这场交易会仅仅只有2个小时，可能还会更短，因为危险随时来袭。你好，我叫周兰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哦，难怪看你感觉在哪里见过。我叫陈野，我看过你的作品，非常好看。谢谢，我听说你有一些女士的衣服，所以过来看看。陈野，来看看我们这里有什么物资，你能用得上的，我们换一换。这么多的饼干、可乐，看来楚队长短期内不用担心饿肚子了。没想到还有太阳能充电板，不过我现在最急需的不是电量，而是汽油。这是什么？怎么，看上这皮子了？这皮子是我之前从江城逃出来的时候找到的，具体作用我也不知道。你要是感兴趣，可以便宜一些给你，就拿1袋大米跟我换就成。算了算了，这块皮子都不知道有什么作用，还不如给我2条华子。小气鬼！你那汽油怎么换？1箱泡面，10条士力架，5斤大米。陈野，我这几个游戏机可都是最新款，怎么样？你想不想要？我能给你算便宜一点，你只要把你的那袋面粉给我就成。嘿嘿。都这种时候，你还有心情玩游戏？不过这些刀不错。这些刀都是我之前在一个别墅里找到的。怎么样？你要是想要，我也便宜点跟你换。那把长刀，我算你10斤面粉如何？什么？10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那汽油怎么换？哼，20斤大米。距离2个小时只剩下半个小时，因为汽油的报价高，所以陈也还没有换到汽油，只换到了一些食用调料和1箱工具。姐姐，你想做什么？小小，放手！我不放。姐姐，你是不是打算把这桶汽油送出去？傻孩子，这汽油是我们姐妹好不容易弄到的，你觉得我就这么蠢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陈先生，我这里有1桶汽油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和你换。什么价？10斤大米。8斤大米也行。楚车和娜娜都有汽油，但是2人都是要20斤大米，这位大明星却只要8斤。我还有1桶汽油，足够到下一个补给点了。之所以这么便宜换给陈先生，只是希望日后陈先生能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能照拂一二。看来这女人挺聪明的，知道找靠山，在末世能活到现在果然不简单。不够。陈先生，还想要什么？你把那桶油送我，我就答应你的要求，以后遇到什么麻烦，我会帮你。陈先生，你不觉得你说出这种话很过分吗？如果你还有其他选择，你就不会来找我了。如果在末日之前，我可能连认识你的资格都没有。但是现在是末日，我是序列超凡，而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好，成交。什么？姐，你把汽油给了那小子了？姐，你疯了不成？那可是1桶汽油，咱们总共就2桶汽油，给了他，我们用啥？不行，姐姐，我要去把汽油拿回来。如今世道，汽油重要程度仅次于食物，
一旦没了汽油，他们唯一的车子就用不了，也就失去了唯一逃难的保障。小小，别去，他是序列超凡，我们惹不起。姐，就算是序列超凡又能如何？他不过是机械师序列，又不是楚队长他们那种战斗序列，我们没必要怕他。再说了，有楚队长在，他又能如何？唉，陈先生，我姐的那桶汽油。唉，一桶汽油，我再便宜点，18斤大米怎么样？啊，不怎么样，你们也太黑了。嘿嘿，周兰不跟你换，我跟你换，我这是在帮你，你小子还说我黑。我用一个消息跟你换汽油怎么样？不值钱的消息可换不到汽油。保证值钱，是一个对付诡异的法子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，黑狗血知道吧？虽然杀不死诡异，但能对诡异造成一定的伤害。是了，我怎么没想到，虽然杀不死诡异，但是能起到作用已经很厉害了。你这消息值一桶汽油？我还想要你的太阳能充电板。那就要看你的法子能起多少作用了。你打算对周兰他们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反正又不只有他们有汽油。鬼才信你，你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鬼知道你肚子里打的什么鬼主意。得了得了，我来是打算跟你换把刀的。陈爷把对付诡异的办法重复了一遍给娜娜，娜娜也是同样的很吃惊。陈爷也顺利用消息换到了一把柴刀，陈爷还拿了一些食物换到了一些黑狗血。注意注意，车队还有15分钟出发，大家抓紧时间。小小，打听到陈野和楚队长他们说了什么吗？姐，阿宝叔这个老狐狸说自己不知道，亏他还说是你的粉丝，哼，我看就是个色老头。唉，也不知道陈野说了什么，换到了一桶汽油。姐，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不就是怕得罪那陈野，以后咱们姐妹没办法在车队里生存呗。姐，你想想，咱们能活到现在，全是靠的自己，每次搜物资咱们都是9死1生。那汽油也是咱们好不容易找到的，凭什么送给陈野啊？再说了，咱们也不用靠别人保护，咱们自己靠自己。小小，你呀你，唉。今天就在这里休整。陈小兄弟，楚队长喊我来找你，他们正准备开会呢，让我带你过去。这不是那个大块头吗？他不是断了一条手臂吗？没想到现在都长出来一截了，这就是他的序列超凡吗？哦，原来是你啊！那天要不是你那一剑，我怕是早就被切成碎块了。如果不是你，那天我也怕是走不出那里了。这是铁石，血肉泰坦序列，这是血肉泰坦的基础能力，血肉再生。我听说你是机械师序列，以后咱们车队里的车子坏了，可就要拜托你了。对了，我也知道了黑狗血能对付诡异的消息，作为报酬，你想有什么要换的吗？你那充电宝给我吧。行，一会儿我让老李把东西给你。好了好了，
该说正事了。这几天我们东奔西走的，是因为一直有几头巨型诡异在寻找车队的痕迹。现在我们物资也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明天会路过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叫长寿村，我们打算去那个村子搜集物资。你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吗？我觉得该死的楚彻，他的序列能力不是能够感觉到诡异的气息吗？现在怎么会让诡异离营地这么近？请救救我们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从鹿城逃出来的，鹿城已经没了。我们是从鹿城逃出来的，鹿城现在全是诡异，一起逃出来的人现在只剩下几十人了。老朱，这些人该不会吸引诡异过来吧？我可以让你们加入我们，但你们要守规矩。只要我们能够活下来，什么规矩我们都会遵守。好，在我们车队活下去，只有一条规矩，那就是公平。你们新加入，我可以免费给你们提供1天的食物，1天之后，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。原本车队里的人在经过杏花镇的时候折死了不少人，现在有了这些人的补充，整个车队的人数再次超过了100人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不公平！凭什么做事情的全是女人？那些男人为什么什么都不做？你这是在歧视女性。那你觉得怎么样才算是公平？现在都是末世了，这个时候才是更需要你们男人的时候。你们让女人做饭，男人坐享其成，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？既然这样，赵大姐，你们几个先去歇着吧。阿宝叔，你找几个男人过来做饭。来，这是今天帮厨的报酬，每人1个。贱货！如果不是你，那面包早就是老娘的了。老娘已经1天没吃饭了，都是因为你。打得好！如果不是这个贱女人，楚队长也不会把机会让给别人，一起打死她。你们，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！为了我们好，你还敢说你这个贱人？看来这位楚队长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啊，平日里不声不响的，没想到心思坏着呢。估计他早就发现车队里很多人的物资都已经没有了，才出了这么一个计策，没想到还跳出来一个往坑里跳的。不过这都末日了，这些人还没有把自己心态调整过来，真是活该啊！小伙子，你能不能把你的饭分一点给我孙子？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肉了。孩子年纪小，营养不良的话对身体不好。给我吃，我要吃。最近的事你们也看到了，这群新加入进来的幸存者之中存在着不少麻烦，那个叫做徐娇娇的就是其中一个。她已经在营地里串联了10几个人，好像在谋划着什么。没想到现在都末日了，这些人还不消停。一群跳梁小丑而已，现在可是末日，可没有什么律法可言。不过楚队长该不会是要说这个吧？确实不是说这个，今天找你们来是想说明天上午我们就能到达长寿村。这收音机怎么这么奇怪？这个是偷听收音机，是编号为01257的奇物，你可以理解为末日法宝。奇物还有编号？编号也是排名，据说前100名的奇物每一个都有不可思议的能力。虽然队长的这个排名在1000名开外，但是也是相当不得了的宝贝。好了，我们一起来听听。欢迎来到公屏车队频道，
现在时间是2030年11月5号晚上8点35分。公屏车队。根据本电台记者的报道，前方10公里就是长寿村。长寿村乃是我国一处并不知名的村庄，之所以叫长寿村，是因为村子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让村子里的人都能活得比较久。3个月前，长寿村诡异入侵，所有人全都死亡，村中无一活口。长寿村目前拥有比较丰富的物资，其中村子里大柳树附近的大型超市有充足的物资，可以重点收集。村长家的地窖里还有很多储备粮，可作为次要收集。入村口有一口水井，水井的水源并未受到污染，可饮用，但是要注意村子。楚队长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没信号了？收音机受到干扰，可能村子里有强大的诡异，或者是某些神秘力量阻止了收音机的信号。那我们还要不要进村？我们已经没有物资了，必须去。但是碰到诡异一定要快速逃离。作为领路人，我会在村外随时接应大家。记住，此行活着最重要。娜娜那个死丫头，长得清秀，但是整天像个皮猴子一样，不男不女的。要是在末日之前，肯定没人要。还有铁狮，听说泰坦序列的代价是降低智商，但能笨到这种地步，也是奇葩。那个新加入进来的家伙，性格暴躁，有点阴沉。还打老人小孩，末日前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活该！刚才窃听收音机里楚队长吐槽说，拥有序列能力会相应的付出代价。泰坦序列代价是智商下降，那件新序列的娜娜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楚队长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？还有这奇物也是神奇，不过看刚才的情况，似乎也是有副作用的，不然楚队长也不会这么尴尬。村子，前面有村子。姐，我怎么觉得这村子特别奇怪？小小，要不咱们别去了？姐，咱们物资也没有了，汽油也没多少了。长寿村是咱们唯一的机会了。如果陈野能够关照我们，或许我们还会更安全一些。可是小小已经把陈野得罪了。唉。各位，现在是上午11点，下午4点之前必须从长寿村出来，过时不候。从陈野站的地方，很清楚地看到长寿村村里那棵巨大无比的柳树。柳树垂下的柳枝诡异地在微风中飘动着。你们看，那里有人。不对，偷听收音机说过，这个村子里没有活人。姐，快点，我们跟上去，我们要离他们近一些才安全。小小，我们……姐，你别想那么多，真要是碰到了危险，我不信陈也不会救我们。就算他不救，那不是还有另外2个吗？哼，我就不信他们全都见死不救。此时的周兰已经很后悔当初放纵周小小去找陈野要回那桶汽油，没有人保护，面对如今的情况，只会更加的危险。小心，这是鬼域。鬼域是一种因为某种力量而形成的特殊领域，在鬼域中，就算是白天，诡异出现的概率也会变高。不是吧？杏花镇都没有鬼域，怎么小小的长寿村竟然会有鬼域这种东西？难不成长寿村有什么大凶之物？随着越是深入村子，诡异的氛围就越是凝重。
村子两边很多民房，房门就这么敞开着，房内漆黑一片，里面仿佛有一双眼睛盯着众人。突然，陈爷脚步一顿，眼神微微眯起，紧张地把手中的手弩抬起，指着前方。身旁的铁狮和娜娜也是警惕地看着前方，是那个驼背老头。仔细看，却更像是一个被操控的活人，一个千相傀儡，不管是肢体还是脸上的表情，都僵硬无比。你们来啦！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？我知道你们是来搜寻物资的。大柳树下有个小超市，里面有很多物资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能到了。那里有很多好吃的，很多很多。救我！救我！大个子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听到了，好像有人在说救我。是从那个老头的身体里传出来的，小心，那老头有问题。陈也听到后，想都没想，抬起手弩对准驼背老头就是一发弩箭。众人没想到，涂了黑狗血的弩箭竟然对驼背老头没有产生丝毫威胁，只有黑狗血产生了些许作用。动手！嘿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救我！大个子，冷静，别追，收集物资要紧。眼前这一幕发生的很快，几乎只是眨眼之间就完成了，但是却让一众幸存者们看得汗流浃背。我不去了，你们要去你们自己去，我不去了。我也不去了，我不想死了。阿紫不见了，阿紫刚才还在的，阿紫不见了。别哭了，说不定阿紫已经回去了，我们一会儿回去就能看到她了。不行，我没有阿紫不可以的，没有阿紫我活不下去。啊！你们可曾在车队里见过这个女孩，或者说她出现过在车队里？一行人压下心中的不安，继续往村子里的大柳树走去。从村子外看这棵大柳树的时候，只是感觉非常高大，但临近的时候才发现这棵大柳树大得非常诡异。这柳树莫非要成精不成？好大的柳树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柳树，我的妈呀！可是这柳树看起来怪怪的，让人很不舒服。好了好了，快跟上，搜完物资我们赶紧离开。铁狮，怎么啦？娜娜，你仔细看前面，那些东西。铁狮、娜娜，你们看到什么了？陈爷，你快来看看。陈也看到了前方广场中那棵非常庞大的柳树，柳树垂下的枝条每一根都捆着一具尸体，这些尸体就像柳树结下的果实一般密密麻麻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大柳树到底是什么东西？那些人为什么会被柳树吊着？大家别看了，收集物资要紧。大家小心点儿，不要惊动这些东西。众人小心翼翼地躲避着这些诡异的枝条，慢慢地往柳树下的超市靠近。
来到超市门前，看到超市里面的琳琅满目的物资，幸存者们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。当众人走进去后，门外的柳树诡异地开始飘动起来。很快，小超市就被众人搜刮一空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收获。物资太少，我的包才装了一半。是啊，我也才收集到一点物资，根本不够。毕竟是个小超市，能有这么多物资已经不错了。怎么办？这点物资远远不够啊！我的包还能装，只是这里已经没有了。我们要不去村长家看看？这点物资根本就不够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而且收音机的信息说村长家还有不少物资，应该错不了。三人简单商议了一下，就决定前往村长家。然而，有些已经搜集到足够物资的幸存者们很是不满。别去了，这村子怎么看都不对劲，不如早些回去吧。是啊，这么多物资足够了，还是别去了，太危险了。你们搜集够了，我们还没找到什么东西。要回去你们自己回去。还吵？你们难道忘了外面是什么了吗？想回去的自己先回去，来的路你们应该都记得。不想回去的跟着我们继续去搜集物资，但是记住了，愿意跟着我们的要听话，否则到时候发生什么我们也没办法保证。你们看，那是小庄。众人顺着周小小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发现这人正是之前跟着众人一起进入小超市的幸存者之一。这人陈也虽然不熟悉，但还是认得出来，这人之前就跟在自己身后搜集物资。从众人走出小超市到现在，也就不到1分钟。这大柳树绝对有问题，这人明明跟在身后，却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吊在大柳树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赶紧离开这里！末日降临，逃难的幸存者小队为了搜集更多的生存物资，只能小心翼翼地避开村子里的诡异大柳树，冒着危险来到村长家里。进去吧，时间不多了。村长的大房子不仅外观上比其他村民豪华，而且室内的装修也非比寻常，简直就是妥妥的一个土地主。大家四处找一找，谁找到物资就说一声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动作一定要快。此时已经是下午2点半了，剩下1个半小时就要离开村子。快来，这里有地下室。下面这么黑，要不要下去看看？行了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先下去看看。陈野、铁狮，这里有好多土豆，非常多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所有人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色。我也下去看看。姐，你在上面看着，我下去。陈野、铁狮，你们俩别下来了，就在上面守着，我装土豆，你们上面接着。知道了。很快，一个个装满了土豆的袋子就被娜娜扔出了洞口。铁狮在洞口接住了扔上来的土豆，而陈野则聚精会神地在铁狮身后放哨。突然，陈野眼神一凝，一滴冷汗顺着额角流了下来。只见一个佝偻的身影悄无声息站在大门口外，就这么诡异地微笑着看着。你对驼背老鬼造成了伤害，获得杀戮值100。陈野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没事儿，铁狮，喊他们快点儿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要快点离开这里。娜娜，快点儿，
这里不对劲。赵大妈，你赶紧上来，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。小付啊，你再等大妈一会儿。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多物资，这一次不装多一点，可惜了。没时间了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还有40分钟不到就4点了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村子。走。喂，你们等等我啊！众人顺着来时的路开始往回走。娜娜的预感和陈也一样，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这一次搜集物资顺利的额外的突兀。等等，不对劲。怎么了？这条路我们已经走过了。这条路好像确实走过了，前面拐角就是大柳树。众人连忙抬头看去，发现那棵大柳树就立在不远处，一个拐角就能看到大柳树小超市。此时，每个人脸上的血色开始苍白起来。难道我们走错方向了？还有不到30分钟，我们往回走，快点，还来得及。噬痕为气，剑魂同身，引无精血，名啸三魂，或须展望，裂破分神，九霄龙吟，万人归真。破！诡异降临，城市成为人类禁区。逃难的幸存者们在长寿村村长家里搜刮完物资后，撤离的时候竟然遇到了鬼打墙。怎么还是这里？我记得我们明明往反方向走的。难道是鬼打墙？我记得我们明明已经背对着大柳树走的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一时间，众人喧嚣不已，眼神惊慌而惶恐。他妈的，肯定是那棵大柳树在搞鬼！我们干脆直接把那大柳树砍了。傻大个，别着急，事情还没搞清楚，不要失去理智。陈野，你怎么看？按照车队的规矩，如果楚撤4点还等不到他们，他很有可能带着车队离开。没有了领路人训练能力的带路，避开那些诡异，这些人想要在末日生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还剩下多久？还剩下20分钟。我们再试一遍，如果不行，我们就去会一会那大柳树。现在也只能如此了。这一次，众人再次朝着大柳树相反的方向离开。然而，当众人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，很多人眼神中已经带着绝望。这怎么可能？大柳树还是大柳树，为什么我们就是走不出去？你不是说背对着大柳树就能走出去吗？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？你们这些超凡者不是很屌吗？为什么还不能带我们出去？你们这些废物玩意儿！想死的话，我可以成全。少女仿佛对眼前的一幕视若无睹，只是目光严肃地看向眼前的大柳树，眼神无比凝重。看来只能去会一会那大柳树了，否则我们怕是永远都出不去。你们别去，大柳树危险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不能去大柳树？你们从我家偷了这么多物资，还问我是谁？你是村长。是我，但也不是我。告诉我，我们怎么出去？你们出不去，你们都要留下来陪我。哼，装神弄鬼。
救我！救我！陈爷想都没想，对着老鬼背后的人脸就是一剑。赤痕为气，剑魂同身，引无精血，名啸三魂，或须展望，裂破分神，九霄龙吟，万人归真。末日降临，诡异入侵，超能者对诡异发动了攻击，没想到诡异竟然如此难杀死。该死，让他给跑了！众人走过拐角，再次来到大柳树前，面前的大柳树还是诡异的，让人心中发毛。尸体好像又变多了，记得之前来到这边的时候，尸体并没有这么多，而现在明显多了许多。等等，不对，这些尸体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？不是尸体变多了，而是从进入长寿村开始，就没有人再出去过。树上这些人都是之前想要离开的那些人，他们没有逃出去，都被抓到这里了。那是老刘，那里还有小张、小曾、小钱，他们难道没有走出去？陈也只觉得长寿村的恐怖远超杏花镇，从他们进村那一刻开始，就没有活人能够离开村子。该死的大柳树！他妈的，装神弄鬼，看我去把他砸烂！陈也没有阻止铁狮的鲁莽行为，既然大柳树不想让自己离开，那就只能毁掉。突然，陈也看到远处的一具尸体的脑袋诡异地转了过来。铁狮，小心！怎么还没有人出来？怎么去这么久？这村子到底什么情况？这么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们该不会全都死了吧？别瞎说，他们有3个超凡者，怎么可能死？滚！都给我滚！眼下这些尸体越来越多，而且铁狮的拳头对这些尸体没有产生任何杀伤力。看到这一幕，陈也只觉得心中发寒。你对尸魁产生了伤害，获得杀戮点100。哦。姐，我们去陈野那里，我就不信他会见死不救。此时，娜娜和铁狮两人相互配合，冲向大柳树，根本顾不上其他的幸存者。好在几乎大部分的尸鬼都集中在两人身边，剩下一些零散的尸鬼让其余幸存者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。身手矫健的赵老太悄悄地躲到了陈野的身后，以为会得到陈野的庇护，没想到陈野一把抓住了赵老太的衣领，用力地往前一甩，把赵老太甩了出去。陈野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！小，陈野，救救我姐姐！诡异降临，幸存者小队在长寿村遇到诡异大柳树，大柳树操控着大量尸体向幸存者发起了猛烈的进攻。
小，快救我！陈野，救救我姐姐！陈野没有理会周小小，只是看了一眼，便扭回头，继续朝前方攻击。周小小看陈野竟然真的见死不救，眼中闪过悲愤，看着生命垂危的姐姐周了，无奈的只能捡起地上的棍子，跑过去救援姐姐。妹妹，一会儿你先跑，只要跑到陈野身边，他就算是不想救你，也会安全许多。哼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去求陈野。救我！陈野，求你了，陈野，救救我们！突然，一阵震天动地的怒吼声传来，只见铁狮浑身肌肉暴起，硕大的拳头如工程锤一般轰向大柳树的树干，顿时木屑横飞，拳坑处诡异地流下了鲜血。而娜娜则举起手中长剑，念着某种神秘的咒语，长剑威势暴涨，浑身剑气环绕，一剑劈下，巨大的剑气在柳树身上留下了一条恐怖的剑痕，大量的鲜血顺着树干喷涌而出。爬，快爬！傻大个，快走！此时，释放完能量的少女身体非常虚弱，用仅存的理智试图唤醒失控的铁狮。陈野，快帮一把手！我敲你吗？这傻大个，这眼神该不会想打算把老子砸扁吧？救我！快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！救我！啊！此时的铁狮眼神已经褪去了血色，拖着娜娜快速朝村口逃跑。陈野，快上来！抓紧了，我要开始发力了。此时已经超过约定时间21分钟，按照计划，车队应该已经在离开的路上，但楚彻还是选择再多等一会儿。4点22分了，再给你们8分钟。铁狮、娜娜、陈野，如果你们还不出来，我也没办法再等你们了。我感知到车队后面有一头巨大的诡异正在快速靠近，再晚点整个车队都会覆灭，所以到时候我只能抛弃你们了。阿彻，还来得及吗？阿宝叔，再等几分钟，4点半一定走。不要离开我！留下来陪我玩好不好？我好冷，村子好冷，你们留下来陪我好不好？傻大个，再跑快点！突然间，陈野一股凉意从身后传来，冷汗从头上疯狂冒了出来。扭头一看，是那个驼背老鬼。老鬼身影快速移动，紧紧跟在他们身后。为什么不救我？告诉我，为什么？
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赶快收拾收拾，马上离开这里。陈小哥，这是阿彻让我拿给你的汽油。谢了，晚些我再还给他。在车队里没有白给的好处，这桶油是要还的，这也是这个车队能够一直保持安稳的规矩。没想到这老头这么幸运逃了出来，果然在末世能活到现在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人。这尼玛怎么就下雨了？坏事了！阿宝叔，加快速度，开快点！你们倒是等等我呀！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楚彻知道，经过这一次，车队人员至少减员一半，甚至更多。在大自然里，壁虎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会选择断尾来吸引猎食者的注意力，从而从容逃走。这也是为什么楚彻总是带着那些徒步的幸存者。或许娜娜也知道这个道理，但她从来都没有说出口。兖州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到这里。阿宝叔，我们去前面扎营休息吧，这几天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。系统，看看我的积分，兑换一个序列真迹。系统，为什么我没有任何感觉？难道觉醒失败了？正在觉醒中，真迹能量正在宿主体内发生变异，请耐心等待。那需要多久觉醒成功？正在觉醒中，请耐心等待。那觉醒成功了，我会不会察觉？请耐心等待。那我能不能提前知道我觉醒了什么能力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等觉醒完成，你自己不会发觉吗？你烦不烦？这什么鬼天气，真是热死人了。对了，我可以用这些女士衣服做一个遮阳棚。系统，按照这张图纸，把这些不要的衣服升级成遮阳帘。消耗自制设计图和物资，升级遮阳帘需要252杀戮点，确定吗？确定，升级吧。陈小哥，陈小哥，楚队长喊你过去。那么多人都不能活着到这里，没想到这老头竟然靠着一辆破烂的电车跟到了这里，看来这车子有大秘密。咋了，宝哥？铁师还在休养，老李，你就代表铁师过来吧，去队长那里分配物资。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
不是，楚队长，怎么每次看到你都是在吃地上的泥巴？难不成你有异食癖？你娘的，胡说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你们的安全，你以为我想吃吗？今天找你们来，第一呢是分配这些物资，第二呢是想告诉你们，我们明天早上9点前就要马上离开这里。对了，阿宝叔，现在车队里还剩下多少人？一共124个人，现在只剩下44个人了。长寿村再加上路上的变故，一共损失80个人。陈爷，一会儿把你的车和我的停在一起，注意点你的东西。好。哦，陈爷，这是你的新车？不是，这人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他会不会都看到了？我该怎么办？打又打不过。娜娜，你找我。身为序列超凡，谁没有几个秘密啊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放心好了，身为序列超凡，每个人都有秘密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楚队长和铁狮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也有。你这点东西根本就算不上什么，只是没想到机械师序列竟然如此神奇。你要是有想要的东西跟我说，我给你，你只要帮我升级，我那辆车子就成了。我这哪里是什么机械师序列？我要是告诉你我是主角，自带系统，你不得活剐了我？突然，陈野心脏剧烈跳动了一下，感觉到身体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，自己的视力开始时而模糊，时而清晰，听力也比以前强了许多，甚至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细微动静。对了，你去看看你有什么东西想跟我换的，我们换一换。而且这么晚了，你也喝醉了，该回去休息了。不解风情，哼！陈野之走娜娜后，躲在自己的车边，开始研究起来自己身体刚才发生的一点。人吐出的烟圈怎么可能维持这么长时间？难道我的序列能力和烟有关？系统，我是不是已经完成觉醒了？宿主成功觉醒了阴之使徒序列第1阶烟图。哦。不错，虽然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但是隐匿性挺好的。这个技能就叫它烟气吧。这个技能也不错，就叫烟雾塑形吧。不过要自己见过的东西，越熟悉，塑形的成功率才越高。哦，现在这些烟的气味让自己肺部更舒适了，应该是第3个技能吧，有尼古丁耐受能力。原来这就是楚队长所说的代价啊！胭脂使徒的副作用原来是眼睛的视力，现在左眼看东西已经开始模糊了。荒漠的夜晚和白昼温差相差非常大，
幸存者小队不少人可能会熬不过这个寒冷的夜晚。娜娜和陈野达成交易，陈野用4罐500毫升的啤酒和娜娜交换了1条荷花和1条塔子。娜娜认为自己被陈野坑了，对陈野不满，认为陈野是黑了心肝的奸商。铁狮还在大巴车中休眠恢复中，身体即将康复。大巴车有新成员加入，徐娇娇仍然在串联其他幸存者，企图推翻超凡者的统治，但并未起到多少作用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那看似阴沉的陈野，竟然真的能忽悠娜娜达成交易。按照娜娜那个倔脾气，被坑了都没有去揍一顿陈野，看来两人有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夜晚的沙漠是静谧的，除了周围的车子和帐篷发出的小声说话声，就剩下了风声，但偶尔还能听到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。这是长寿村大柳树的柳枝，怎么会在这里？陈也看着手里像是有生命一般的柳枝，心中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冒了出来。我的手弩弓弦已经磨损严重，预计用不了几次就会崩断。不知道这柳枝是否能代替弓弦，制造出一件奇物。系统，能不能将柳枝和手弩融合升级？可以，融合后手弩将会变成一件奇物。升级成奇物手弩需要5000杀戮点，目前余额不足。喂，陈野，你的眼睛？没事儿，昨晚觉醒了第2序列。啊？你觉醒了第2序列？双序列听着不错，但也要付出双倍的代价。你这小身板扛得住吗？管不了这么多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觉醒了双序列终归是一件好事。在这样的末日，能多活1天都是赚的，但也要有更强大的实力。陈野，你的第2序列是什么？这是胭脂使徒序列。胭脂使徒，这是超自然途径的一种，只不过超凡能力越强大，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越高。对了，老楚，今天能不能找到水源？我身上都脏死了。水源，我也想啊，但是这也要看命啊，找不到我也没辙。卧槽，你不是领路人序列吗？这点事情都办不成？你还真当老子是世界地图啊？注意，注意，前方有情况，前方有情况，全员停车戒备。队长，什么情况？
你们都看到了，前面有车队发生了车祸，我们过不去。难道是有诡异出现？没有诡异。那我们要过去看看吗？这个简单，小夫，你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好嘞。小夫，前面是什么情况？队长，前面一个人都没有。没人，连尸体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所有车里一个人都没有。要不，我们过去看看？也只能这样了。众人来到前方车队旁，发现确实没有其他人的踪迹，也没有发现诡异袭击过的痕迹，这些人就这么神秘地消失了。众人很快放下戒备，开始快速搜刮起来。陈野也看上了一台动力猛兽越野车，虽然车子几乎没什么损坏，但是却被沙子埋没了大半截车身，一时半会拉出来恐怕要耗费不少时间。既然没有办法拿到这辆车子，不如就把零件拆下来，升级自己的3轮车。阿宝叔，快通知所有人，现在马上走，迅速离开这里。所有人注意！所有人注意！所有车队成员，现在立刻，马上出发！马上出发！放心好了，陈野，你之前在帮了我不少忙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，我肯定帮你。注意！注意！所有车队成员立刻撤离！立刻撤离！变过来的措手不及，陈野脸色十分难看。他相信楚彻肯定是发现了巨大的危险即将到来，才会这么着急的逃走。可是自己好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车，现在离开实在不甘心。陈野，我们赶紧走吧，能把楚队长吓成这样，看来这次危机不小。铁狮，帮我一次，我不想放弃。好，不过时间恐怕来不及了，车子推到路上还需要一段时间。那改变计划，拆零件。陈野和铁狮拿着工具，飞快地拆卸着这台越野车的发动机和轮胎，直到喇叭声又传来的催促，陈野才不舍得离开。铁狮，可以了，快走！楚队长不是说有40分钟的时间吗？怎么转眼就要离开？不知道，总之赶紧跟上就是了。你们俩还不赶紧走？楚队长应该是预知到了什么危险，才这么匆忙离开。再不赶紧走，我们就都走不出这里了。姐，快来帮忙，我们要赶紧跟上去。啊！小小，你看陈野。只见陈野从烟雾中变出一匹马，然后这匹马拖着陈野已经严重超重的车子，开始飞快的狂奔，很快就追上了楚彻和娜娜。姐，我们快跟上去。那是沙尘暴，大家快跑！沙尘暴来了！
快停下！快停下！队长，怎么突然停下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风沙太大了，逃不掉了。老李，你把铁狮的车子开到我车子旁边，贴紧我的车子。还有娜娜、陈野、铁狮，你找一根绳子，把车子都捆在一起。还有其他所有人有车子的全部放到一起。好。阿彻，你不是领路人吗？这么大沙尘暴你没感应到？我是领路人，又不是气象员，我能感应诡异，不能感应天气。但这次的风暴，我能预感到是诡异引起的。姐，快醒醒，醒醒！陈野，救救我姐！求你救救我姐！一道刺耳的声音刺破风声，传到陈野耳朵里。陈野只是扭头看了看，并没有理会。在这种极端的环境里，自保都成问题，谁还会放下自己的安全去救助别人？姐姐，不要！姐姐！陈野，快帮帮我！笑什么笑？你丫的真是个王八蛋！哼！陈野，来帮一把手！风沙过后，所有人的车子或多或少都有损坏，物资也被风暴卷走了不少，还有不少人在暴风中不幸被卷走，活下来的都是幸运的。陈野，我操你姥姥的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要杀我？为什么？你杀了我姐姐，我要报仇！你疯了不成？你什么时候看到我杀了你姐姐？如果不是你，如果你当时帮一把手，我姐姐她就不会死。放屁！如果我过去救她，死的人就是我。还有，周小小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凭什么救你姐？凭什么？就凭我姐姐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汽油。你难道忘了不成？汽油不是被你拿回去了吗？小心，有鬼！队长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不行？怎么连这点儿事都办不好？怎么能让诡异追上我们？我也不知道，或许诡异也会成长。现在还是白天，这头诡异的力量会受到一定的压制。你们最好在血月升空之前解决它，否则我们都要死在这里。领路人的能力让楚彻对诡异的气息极为敏感，能准确感应到人面蝎的力量还不是最强的时候。看来咱们这一次不拼命不行了。正好，我来试试这怪物有几斤几两。嘿！陈野，你为什么救我？你只要稍微
好狠，你好狠！怎么会？怎么会是姐姐的脸？那张巨大诡异的大脸对着陈野，脸上表情无比怨毒。陈野，我要你死！可恶！陈野，你躲哪里去？出来！快出来！铁狮，娜娜，打他的脸！听到陈野的呼喊，少女举起了手中的剑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开始蓄力。噬痕为气，剑破铜身，引无精血，名啸三魂。铁狮，他受伤了，快干他丫的！谢谢，你看看我是谁？姐姐。看到这张熟悉的脸庞，少女手里的剑怎么都刺不下去，整个人像是中了定身咒一样，愣在了原地。倩倩，原来你还记得我最亲爱的妹妹啊！我也好想你啊，好想你啊！你把我吃了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们终于融为一体。现在的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妹妹，我的好妹妹。铁狮，快动手，娜娜有危险！装神弄鬼的怪物，去死！老大，你看看我是谁？老大，这么多年你辛苦了。傻大个，别看他。旁边一直关注战况的楚队长，此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即便是大白天，阳光压制了人面蝎大部分的力量，但是也打得三人毫无还手之力。他知道，如果陈野他们三人战败，今天整个车队都会陪葬。操，不管了。陈野，你看看我。我看你大爷！人面蝎不明白为什么这人如此心狠手辣，这一张脸全是从他记忆中读取出来的，他为什么还能下得去手？此时战场周围不知不觉已经弥漫了不少的陈野吐出的烟雾，已经严重干扰了人面蝎的视线。陈野，快接住！陈野，我要杀了你！娜娜，快醒醒！再不清醒，老子就要被吃了！心狠的陈野毫不留情地对着少女娇嫩的小脸挥舞着。傻大个，你个白痴，还不快醒醒！老子打了这么半天，你们俩就这么看着？随着一道痛苦的嘶吼声传来，两人也是从幻境中清醒过来。重新加入战斗的两人，队伍的战斗力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，不利的局势开始逐渐扭转。随着娜娜祭出精血，使这把神剑发挥出恐怖的威力，劈出的刀光瞬间就砍下了人面蝎的半个脑袋，战斗也随之进入了尾声。陈野，快砍他的脑袋！
恭喜你斩杀了人面蝎，获得了2万杀戮点。随着3人合作，人面蝎终于在陈野的最后一击下结束了生机。那庞大的怪物身躯随着阳光的照耀下缓缓消散。哎呦，啊！陈野，这巴掌是还给你的，你小子下手真狠，疼死老娘了！你丫的真是个混蛋，是不是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？诺，给你的。虽然说你打了我，但你也救了我，这包烟就算是报答你的。真不懂了，这烟有什么好抽的？真没想到，我们竟然杀了一头诡异。从末日开始，只听说过诡异能被杀死，还从没见过。没想到今天竟然让我们做到了。诡异无法被杀死，那也只是无法被普通人杀死。我曾经听说过有序列2阶的超凡者能够单独击杀一头诡异的事情。娜娜很不服气，这不可能！哼！你们对于这个全新的世界知道的还是太少了。序列超凡的实力，你们只是发挥了一小半而已。就算是娜娜独有的剑仙序列，虽然强大，但是发挥出来的实力也只是一小部分。还有陈野，你的超自然途径也很强。这次如果不是你，我们怕是都要死在这里。你丫的装什么诸葛亮？有屁就放！你们可是听说过魔药胶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魔药胶囊是一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序列超凡潜力的魔药。这种魔药可比序列真迹更加珍贵，我也只是听过。算了算了，这种事儿就不要想了，你们听听就可以了。自从这个世界发生变异之后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发现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奇物材料。奇物材料，系统花费杀戮值鉴定奇物材料。物品：人面蝎的甲壳，该物品拥有很强的防御力，如果能做成防御性奇物，能得到一件还不错的保命奇物，值得收藏。看到这个鉴定结果，陈也知道这东西肯定不如之前那包皮鬼的头皮材料珍贵。看到楚彻的表情，陈也意识到自己似乎可以坑他一次，赚一个很大便宜。陈野，老楚，这里还有一个哦，这是一整张柔软的人脸皮，眼睛和嘴巴的空洞如同深渊一般漆黑。众人在打量着这张脸皮的时候，脸皮散发出一股让人不适的气息。系统鉴定材料：人面蝎的脸皮具有强大的变化能力以及修复能力，如果不是因为白天阳光的压制，人面蝎根本不可能死亡，是一件很难得的奇物材料，值得认真收藏。好了，现在还不是闲聊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之后会给你们评分。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找个安全的地方安营休整。很快，楚彻就带着众人找到一处暂时安全的地方，开始休整。在这期间，陈也用2袋10公斤的大米、10公斤面粉、1箱泡面、1箱矿泉水、2瓶老干妈、10根香肠、10包卤蛋、5斤腊肉，才从楚队长那里换到了一张红色的皮子奇物材料，以及那坏掉了的太阳能充电板。陈也心痛地骂着楚彻的黑心。陈也，你也别怪我黑心，我可是要养一个车队的男人，这么点物资根本就不够。来，陪我喝一杯。啊！陈野，
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不叫娜娜，我本名叫孙倩倩，娜娜是我姐的名字，孙娜。如果没有末日，我现在或许已经是一名顶尖学府的大学生了，在富足的家庭里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。原来孙倩倩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一家7口人，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姐姐和她，还有一个弟弟。我父母都有体面的工作，收入不菲，在当地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爷爷奶奶每个月退休金有几万块，姐姐也是国内有名大学的研究生。至于弟弟，虽然调皮，但是也很可爱。这样的家庭无疑是非常惹人羡慕的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一切都变了。倩倩，不要怕，等会儿你什么都不要管，闭上眼睛往外面跑。倩倩，快跑！我一家人就是这么被那棵大树吃掉的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当我眼看着姐姐被吞掉的时候，我害怕的不敢动，傻乎乎的站在原地。就在我以为自己要死的时候，那棵大树吐出了一颗血淋淋的果子，那果子正好掉到我的跟前，那果子散发着诱人的果香。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抓着那颗果子疯狂地吃了起来。吃完后身体就涌出一股力量，像是有什么占据了我的身体。我两眼一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那颗果子里吃出的味道不是水果的味道，而是人的味道。那里面有我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姐姐和弟弟的味道。陈野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是序列2阶，而你们都是1阶吗？难道是那颗果子？你说的没错，就是那果子。陈野，我吃了我全家。少女整个人没有一点力气，说完这句话后，瘫软在陈野肩头。陈野默然无语，让他安慰人，他还真的不会。思索半天才憋出了一句话：这不是你的错，末日了，大家都失去了亲人。我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喝酒，以前更是一口酒都没喝过，但是我不喝酒，我就会想起来那些事，每一分钟，每一秒钟都折磨着我。现在哭有什么用？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报仇，等你变得强大，回去就把那棵树砍了烧柴。哪有这样安慰人的？怎么了？你说的没错，报仇，必须报仇。陈野，走，去车里。两个臭不要脸的狗男女。血刃柴刀，编号04879，用途：1. 刀刃对诡异能起到一定的克制作用。2. 指出柴刀的同时，柳枝能够起到牵引的作用，有一定御刀的效果。血月之下，这种效果会得到加强。3. 血刃柴刀有吸收怨气的能力，怨气积累达到一定程度，甚至产生质变。代价：每日需要宿主鲜血喂养。禁忌：1. 绝对不能在血亲面前出鞘，否则刀刃将转向家族成员。点评：如果能得到覆叶柳的枝干做刀柄，此刀的排名或许会靠前许多。
来了，队长，他们来了。这也不像是车队啊。看着不像是车队，他们的速度未免也太慢了，但是他们的人好多啊。这应该是一支驼队。你好，我是莫怀仁，可以叫我莫队长或者莫老汉都成。你好，我是楚彻，车队的队长，莫队长，欢迎你。躲在铁石身后的陈野偷偷观察着前方的一切，发现这驼队之中竟然还有5条大狗。不对，这不是狗，是5条狼。5头狼在一个男人身边温顺地低伏着，男人嘴里发出奇怪的声音，似乎是在和这些狼交流。楚队长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詹磊，是队里的重要成员。这位是丁东，也是咱们队里的重要成员。这位是刘洋，小孩子，还没成年，不懂事。楚队长，你别见怪。陈也发现一个问题，周围的那些奴隶似乎对这少年格外的恐惧，就连其他的序列超凡同伴似乎也不太愿意靠近这少年。陈也看向他的时候，少年露齿一笑，伸手在脖子上比了一个割喉的动作。这是挑衅？不对，这挑衅不是对我的，是对铁狮这个傻大个的。此时铁狮面对少年的挑衅，气得面红耳赤，身上的气息也不稳。这几位是我们队伍的重要成员，铁狮、孙倩倩、陈野。陈野的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未来即将爆发的矛盾了，内心盘算着各种计划。手脚麻利点，赶紧办！老哥，我听说上户区全完了，军队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咋可能没有？具体我也说不清楚，你稍等。胖子，过来。小楚，别看这家伙瘦不拉几的，这人以前胖着呢，据说以前是个领导，现在没吃的才瘦成这个样子。他就是从上户跑出来的，你听他和你说说，他知道的多。你和楚队长说说上户区的情况。队长，我之前在上户区是公职人员，自从上户开始爆发诡异的时候，政府那边已经做了充足的工作，但是那些诡异太过于凶猛了，整个上户区根本抵抗不住，可以说是一夜之间，整个城市就成了一座鬼城。越是人群聚集的地方，诡异爆发的案件就越多，军队的热武器对这些诡异根本没有用，可以说是诡异单方面的屠杀，说是人间地狱也不为过。后来政府也组织人进入上户区进行调查，前后进入调查的人数不胜数，可惜没有一个人回来。目前上户区可以说是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最为凶险的无人禁区之一。难道政府没有组织建立基地？这事儿我知道，我听说政府在南边有个幸存者基地，几十万人，后来人太多了，被诡异围剿了，里面的人死的死，逃的逃。现在这末日啊，能活一天就是一天吧，别想太多了。小楚啊，你想不想看网红跳舞？我小老婆可是个大网红，据说以前可是有几千万粉丝的大明星，一天赚的钱是我们这种人10辈子都赚不到的。要不是末日，可没有这种好事。就在众人还在疑惑的时候，人群中一个千娇百媚的身影走了出来。陈也看到这人的第一眼，感觉很古怪，总感觉哪里不对。当看到侯杰的时候，陈也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。这尼玛就是个男娘啊！卧槽，玩得真花。
其他3人齐齐看向陈野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楚队长和我年纪也差不多，他比我还白，小白脸指定说的就是他。再说了，我一晚上都没说话，老实得很，怎么可能说的是我？几人也觉得陈野说的有道理，又把目光看向楚彻。楚彻脸黑得像锅底，刚准备分辨几句，收音机再次传来声音：是啊，那小子一整晚没怎么说话，看起来老老实实的，但那双贼眼到处看，还好几次看向我们的物资，我们要小心他们黑吃黑。他诽谤我呀！他在诽谤我呀！楚彻这小伙子是个好人，我看他们车队里的幸存者一个个活的都不错，不用担心。队长说的是希望明天能够顺利交易。不用担心，大家都回去早点休息吧。无所谓，你是队长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野子说的也没错，小心一些也是好的。好了，大家都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早上还要起个早床。众人从帐篷里陆陆续续走出来，少女跟在陈野身后，用手肘撞了撞陈野的胳膊，小声道：你觉得他们真的会黑吃黑？不然呢？要是你会怎么办？我明白了。在陈野几人离开帐篷后，楚彻眼神闪烁，他也在想陈野之前说的话，他只是做事有原则，但并不是傻子。陈野的话也是有道理的。今天晚上为了以防万一，楚彻决定用偷听收音机偷听一整晚，说不定能够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内容。我记得你好像是小楚车队里的人吧？你怎么会来到我的帐篷里？是我们车队里的人，莫老头还认识，去了驼队莫老头帐篷里。是谁？孙倩倩、铁狮还是陈野？就在楚彻想要继续听接下来会说些什么的时候，收音机却没有再发出任何声音。不对，这内奸知道偷听收音机的作用。不用说话就能交流的方式有很多，楚彻的预感越来越不妙，到底是谁？天边刚刚亮出一线朝霞，营地中就开始有了喧嚣。这些幸存者们在驼队和车队之间清理了一大片空地，然后就开始从那些骆驼上往空地搬运物资。很快，一个巨大的骨架吸引了陈野的注意力，看起来像是一头牛的骨架，只是比普通的骨架要大很多。这是奇物材料？这么大的奇物材料？陈野之前就一直有个想法，如果能够弄到一些合适的奇物材料，用在末日皮卡身上，说不定能把末日皮卡变成奇物。眼前这头巨牛的骨架显然就很合适，只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品质的奇物材料。系统花费杀戮值鉴定奇物材料。吃人双头牛的牛骨是比较珍贵的奇物材料，被5名序列超凡围杀的一头吃人双头牛所遗留的牛骨。该物品蕴藏有奇特的能量，如果制成奇物，会是一件非常不错的大型奇物，是一件值得收藏的奇物材料。走，系统，这东西可否将末日皮卡熔炼成奇物？将吃人双头牛的牛骨融入末日皮卡，目前有2种方案。第一种，将牛骨熔炼至车身，可以提高车身的坚硬程度，避免车体受到冲击变形。第二种，将牛骨熔炼至车底大梁和底盘，提高车辆的越野性能，同时也能提升车体刚性。就在陈野心里盘算的时候，身边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：小陈想要这个东西。莫队长，早上好啊！没想到莫队长起这么早。是啊，今天早上要早一些，早点换完东西，早点儿结束，免得麻烦。这副牛骨是我们好不容易拿到的东西，之前驼队有5名序列超凡，后来被这吃人双头牛追上，为了杀死这双头牛，其中的1名超凡者永远醒不过来了。那一次我们死了很多人。陈也非常疑惑，为什么诡异会追上驼队？正常情况下，一支拥有领路人作为队长的队伍是不太可能被诡异缠上的。老头似乎是看穿了陈野的想法，凡事都有例外，而且我和小楚一样，也只是序列1阶的敢威者，能力有限。诡异的能力也是千奇百怪，有很多诡异的能力是想都想不到的。就比如这头吃人双头牛。好了，年轻人，我已经解释了这么多，你打算怎么换这副牛骨？陈野脸上为难，沙尘暴后，
身上也没有多少东西能够交换的了。我也只是好奇而已。莫队长这东西这么宝贝，我可换不起。没关系，你也可以看看其他的东西。原来是个穷鬼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小陈，你那白酒怎么换？拿你那牛骨就可以换。你这个臭小子，之前看你就奸诈，你果然是看中了我那个牛骨。怎么样，换不换？你做梦！除非你能拿50袋大米，我倒是可以把牛骨换给你。看到陈野一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态度，莫队长便不再理会。小楚，我这有个交易，你想不想做？看到莫老汉脸上猥琐的笑容，楚彻心中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。一旁的陈野则是看向不远处的女人，女人似乎是察觉到了陈野的目光，微微抬头看了一眼。不远处的少年也察觉到了陈野的目光，对着陈野嘿嘿冷笑，伸手在脖子上对陈野比了个割喉的动作。真有意思啊！此时已经天光大亮，气温已经在逐渐升高。驼队的那些奴隶们已经开始收拾物资，准备离开。小楚啊，我看你车里的那个姓徐的不错，换给我如何？我给你5瓶，不，10瓶水。要知道，沙漠里水比黄金都珍贵。还有那个姓周的小姑娘，怎么样？加上她，我愿意出2箱饮用水，这个价格够可以了吧？2位队长的对话都被他们听了个大概，他们浑身一颤，脸色苍白。莫队长，这话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小楚啊，你还是太嫩了，这都末日了，你做这样的老好人有意义吗？不如这样，我再加一个条件。昨天晚上有个人来到我的帐篷里，你猜猜他都和我说了什么？楚彻脸色一惊。莫队长，徐丽娜和周小小都是人，他们不是货物，不能换。楚队长，是我小看你了，罢了，我也不要这2个女人了，我自己的女人都享受不过来，我就直接告诉你，昨天晚上进我帐篷的是一个叫徐娇娇的女人，她可是把你们卖了个遍，你们谁是什么序列，什么能力，她都说了。楚队长，人啊，有时候不能太善良了，记住了，现在可是末日。楚彻脸色阴沉，但还是对莫怀仁笑道：“多谢莫队长。”没事儿，你我都是队长，我和你一样，最恨团队里出现2五仔。陈野听到2人交谈结束，嘿嘿一笑，拉着徐丽娜走到莫怀仁面前：“莫队长，我们队长不和你换，我和你换，你只要把那牛骨给我，我就把这女人给你，怎么样？”陈野，你小楚呀，你这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些古板。现在都是末日了，咱们都是序列超凡，难道还要像普通人一样过？以前咱们是普通老百姓，任人欺负，现在咱们都是超凡者，都是特权阶级。楚队长，你这观念要改了。莫怀仁打断了楚彻的情绪，一双贼眼在徐丽娜身上不断扫视。小陈，你想要吃人双头牛骨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只有1个的话，恐怕是不够。莫怀仁转头看向周小小，觉得这姑娘越发的可口动人。这姑娘的眼神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瞪得这么大？惊恐、怀疑、激动，不对。莫怀仁心头大惊，连忙转过头来，却只看到一张笑嘻嘻的脸，以及这张脸的主人手里拿着的一把柴刀。
莫怀仁感觉到自己正在缓缓落下，自己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后背。这好狠的小子，他竟然对我动手了，我怎么一点都没察觉？在陈野动手的一刹那，不远处的相貌平平的女人浑身陡然散发出危险的气息，双手握拳对准面前的兜帽青年一拳轰出。叮咚，你怎么会遇见？高雪！一个粗犷的惨叫响起，少女扭头看见，几匹饿狼正在疯狂地撕咬铁狮，其中最大的那头咬住了铁狮的脖子，鲜血从铁狮脖子喷涌而出。与人面接一战后，铁狮还处在虚弱状态，目前还不能完全抵挡住这些经过序列超凡精心培育的饿狼攻击。一道寒光闪过，铁狮的头颅带着鲜血飞起。这个叫做詹磊的序列超凡骑在狼王的背上，直冲沙漠而去。铁狮，去！整场战斗过程短暂，4名序列超凡就已经命丧黄泉，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，或者说幕后黑手，正是陈野。